为什么牛奶是方盒子的，可乐是圆瓶子的？看懂这5个经济学套路，你的时间、钱包和人生都会少踩一半的坑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，明明自己已经很省了，可一到月底，钱包还是瘪得像被人啃过一样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价格、规则、套路好像都是专门为你设计的？你不是一个人。今天这篇文章，我要用5个你平时根本不会多想，但一想就恍然大悟的故事，帮你把经济学家的大脑装进自己脑袋里。不教你赚钱，但能让你看清楚钱到底是怎么从你手里溜走的。看完之后，你在逛超市、刷手机、买机票，甚至看一场演唱会，眼神都会变得不一样。因为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碰巧发生的，所有你看到的表象背后都藏着一套精密的激励密码。咱们先从超市货架上那个你从来没注意过的小问题开始。一个形状背后藏着的边际成本逻辑。你肯定在超市里同时见过方盒子的牛奶和圆瓶子的可乐，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句，为什么？有人脱口而出，方盒子更省材料吧？错啊，实际上装同样体积的液体，圆柱体需要的材料反而比长方体少。也就是说，圆瓶子其实更省料。那牛奶为什么还要用方盒子？答案藏在3个字里，冷柜。牛奶必须冷藏，超市里的冷柜每1平方米的租金都贵得吓人，而且制冷要一直耗电。冷柜的空间是稀缺资源。方盒子有一个巨大的优点，它可以一个紧贴一个的码放，中间几乎没有空隙。圆瓶子呢？你试试把一堆可乐瓶紧贴在一起，瓶身之间全是三角形的空隙，浪费了大量空间。同样是放100瓶饮料，用方盒子冷柜里能多塞进去几十盒牛奶，用圆瓶子空间利用率至少低 20%。 对于超市来说，这 20% 的空间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牛奶用方盒子省下来的空间和电费就是实打实的利润。那可乐为什么不用方盒子？因为可乐不需要冷藏，它躺在常温货架上，普通货架的空间便宜太多了。这时候方盒子省下来的那点空间根本不值一提。那圆瓶子有什么好处？握着舒服，可乐经常被人直接对嘴喝，手感非常重要。你想想，你拿着一瓶冰可乐，手掌刚好贴住圆润的瓶身，那种感觉爽。牛奶呢？你见过几个人对着牛奶喝直接吹？一般都是倒进杯子或者碗里，我敢，谁在乎？你看，同样是装液体的容器，因为使用场景不同，成本结构不同，最优解就完全不同。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课，任何选择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，关键不是什么更好，而是什么更划算。这个思维方式可以用来解释无数你习以为常的现象，比如为什么女装的扣子在左边，男装在右边？不是设计师拍脑门定的。在纽扣刚被发明出来的年代，有钱人家的女性都有女仆帮忙穿衣服，女仆站在小姐对面，用右手去扣扣子，扣子自然就被缝在小姐衣服的左边。而男人呢，他们自己穿衣服，用右手扣扣子，扣子自然就在右边。几百年过去了，这个习惯被完整保留下来。为什么没人去改？因为改动的成本太高了，全世界的服装生产线、纽扣模具、裁缝手艺都要跟着变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成本，所以女装扣子在左边，男装在右边，就这么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为什么24小时便利店的玻璃门上明明写着24小时营业，却还要装一把锁？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全天都不关门，要锁干嘛？答案是，因为便利店的门是标准化生产的，工厂里出来的每一扇玻璃门出厂就带着锁孔和锁芯。如果便利店老板专门去定制一批不带锁的门，反而更贵，因为要单独开模具，单独生产，量还小。与其花那个冤枉钱，不如直接买标准门，哪怕那把锁永远用不上。经济学家看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，不问为什么是这样，而问是什么让这样变得划算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能看穿很多定价背后的猫腻。咱们接着说第二个故事，同一杯咖啡凭什么你付30，别人只付8块？价格歧视是怎么把你的钱悄悄分走的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？
你和朋友在同一家星巴克点了同一款拿铁，你付了32块，他只付了15块，你心里不平衡，去找店员理论。店员微微一笑，他有学生优惠，您是会员吗？您有优惠券吗？您用的是外卖平台的补贴吗？你哑口无言，这不公平吧？经济学家会告诉你，这太公平了，这种现象叫价格歧视。别害怕歧视这2个字，在经济学里它是一个中性概念，意思就是对不同的人定不同的价。为什么商家要这么干？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件商品的心理价位完全不同。一个赶时间的白领，早上那杯咖啡对他来说不是饮料，是续命神器，他愿意付35块。一个学生手头紧，咖啡对他来说只是偶尔的小确幸，他最多只愿意付15块。如果咖啡只能定一个价，定35，学生不买了，丢掉了学生市场，定15，白领乐坏了，但商家少赚了20块。最优策略是什么？给每个人定他愿意付的最高价，白领收35，学生收15，商家赚到最多的钱，同时2个人都买到了咖啡，这叫做消费者剩余被榨干了。可问题来了，商家怎么知道谁愿意付多少钱？总不能直接问吧？谁都会说自己穷，所以商家设计了一整套筛选机制，让不同支付意愿的人自动暴露自己。最经典的就是优惠券，为什么不直接降价，非要让你去捡优惠券或者扫码领券？因为愿意花时间捡券、比价、领券的人，说明他对价格敏感，他的时间不值钱，或者他的支付意愿低。不愿意捡券的人，随手就原价买了，说明他时间更值钱，支付意愿高。一张小小的优惠券就是一个自动分类器，把穷人和富人、价格敏感者和价格麻木者分得清清楚楚。再想想机票，为什么提前1个月买便宜，临近起飞反而贵？因为提前买的大多是度假旅客，他们可以提前规划，对价格敏感；临时买的大多是商务人士，说走就走，公司报销，时间敏感，不在乎多花1-2千。航空公司就靠这个把乘客分成了2类，从商务人士身上多赚钱，同时也不放过穷游客。电影院的爆米花为什么那么贵？中桶爆米花成本不到2块钱，卖你30，因为电影票本身不赚钱，甚至亏本卖。电影票是引流产品，把你拉进电影院，一旦你坐下来，爆米花和可乐就成了利润产品。愿意买贵爆米花的人，说明他对这次观影体验的支付意愿很高，电影院从他身上多赚一点，合情合理。你不想被宰，那你就别买，没人强迫你。为什么同样一款药，有原价，有医保价，有慈善援助价？药厂也不傻，对富人收全价，对穷人收低价，既赚钱又赚口碑。价格其实不是在坑人，而是在最大化社会效率。每个人都以自己能接受的价格买到了东西，商家也赚到了钱，听起来很完美，对吧？但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悖论，让你浑身不舒服。为什么最有用的东西最便宜，最没用的东西贵上天？你肯定听过这个经典问题，水是生命必需品，没有水你活不过3天。钻石呢？除了好看，能炫耀，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。可为什么一颗钻石的价格比1吨水还要贵1万倍？这个问题折磨了经济学家几百年，从亚当·斯密时代就开始吵，直到一个概念被发明出来，才终于解开。边际效用。效用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东西给你带来的满足感、幸福感。边际效用是什么？就是多一个单位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额外满足感。举个例子，你特别渴，喝第1杯水，边际效用是100分，喝第2杯，边际效用降到60分，喝第3杯20分，喝第4杯，你开始觉得撑了，0分，再喝第5杯，负分，你想吐。水的总效用很高，但因为水太多了，你每天已经喝了足够多，再多1杯带来的额外满足感几乎为0。钻石呢？你一辈子可能只买1颗，那颗钻石给你的满足感是爆炸性的、独一无二的。所以价格反映的不是总价值，而是边际价值。稀缺性决定价格，而不是有用性决定价格。这个原理
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让你憋屈的定价，为什么明星片酬动辄几千万，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努力1万倍，是因为能成为顶流的人太稀缺了。全国14亿人，能站在那个位置上的就那么几十个，你换任何一个人上去，票房就差几个亿，他们的边际价值就是那多出来的票房。而一个普通工人，你在努力，你的边际产出也很难超过你的工资。为什么程式师的工资涨得那么快？不是因为写代码比搬砖高贵，是因为一个优秀的程式师写出一段代码可以同时服务1亿个使用者，他的边际产出是1亿分之一。一个搬砖工一天搬1000块砖，就是他的极限。程式师的稀缺性不在于他的劳动强度，而在于他的劳动可以被无限复制。为什么限量款球鞋、联名款包包价格能炒到天上去？因为稀缺本身就在创造边际效用。当一个东西只发行100双的时候，拥有它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，会让它的边际效用暴增。你买的不是一双鞋，而是一种别人没有的优越感。这就是钻石与水的真相。世界上最贵的东西，往往不是最有用的，而是最难得到的。但有时候，就算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，集体的结果依然会走向灾难。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4个故事：演唱会上的站起来困境。为什么每个人都理性，结果却集体愚蠢？你肯定经历过这种事。去看演唱会，你买的是坐票，开场后前排有几个人太兴奋了，站起来看，他们挡住了后面的人，后面的人没办法，也只好站起来，然后你也被迫站起来了。最后全场所有人都站着，但没有任何人比坐着的时候看得更清楚。每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前排的人站，你不站就看不到，可是所有人的最优选择加在一起，结果是所有人都更累了，膝盖疼，腿酸，却没有一个人得到好处。这就是经济学里著名的集体行动困境，也叫囚徒困境的变种。每个人的理性加在一起，变成了集体的愚蠢。这种困境，你可能每天都在经历，甚至深陷其中却不自知。为什么家长都在给孩子报补习班？没有一个家长真心觉得补习班有多好，但问题是，别人家的孩子在补，你的孩子不补，考试排名就会掉，所以你也报了，然后别人也报了。当所有孩子都在补课的时候，排名跟原来一模一样，但每个家庭多花了3-5万，每个孩子少睡了成百上千个小时，没有人受益，所有人受损。这就是教育内卷的本质。为什么大公司都在疯狂打广告？你以为广告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产品？不，很多产品你已经知道了，比如可口可乐。但可口可乐为什么每年还要砸几十亿打广告？因为如果它不打，百事可乐就会打，百事的广告多放1秒，可口可乐的市场就可能被抢走一点。当2家公司都拼命打广告的时候，市场份额还是五五开，但每家公司都多花了巨额广告费，这些钱最后谁出？你。商品涨价了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卷学历？30年前，一个本科生就是天之骄子，现在研究生送外卖都不稀奇，学历严重贬值了，但谁也不敢不卷，因为你不考研，别人考了，在 HR 眼里，你就是学历不够。当所有人都读研的时候，学历的含金量又被稀释了，每个人都多花了3年时间，几万块学费，换来的却是一张越来越不值钱的文凭。这种困境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：军备竞赛。就像冷战时期，美国和苏联拼命造核弹，造到最后，每个国家的核弹都能把地球毁灭10几遍，但谁也不敢先停下来，停下来就意味着认输，意味着被对方压倒。结果是2国都花了天文数字的军费，换来了一个谁也不敢用的武器库。怎么跳出这个困境？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改变激励结构。演唱会可以立规矩，站起来的人，保安会请你坐下或者罚款。教育可以改革评价体系，不再只看分数，而是看综合素质。公司之间的广告战可以通过行业协议来约束，但问题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没有人有权利或者能力去改变规则，我们只能被困在这个集体愚蠢的泥潭里，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。这是经济学最让人绝望的洞察之一。一群绝对理性的个体
可以组成一个彻底疯狂的集体，但别急着绝望，因为还有一种陷阱比集体困境更隐蔽、更阴险，那就是免费。免费的东西往往最贵。你被零元购收割的3种方式。经济学里有一句老掉牙的话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可你每次听到免费2个字，心跳还是会加速。免费试用，免费领礼品，零元购，不要钱。你是不是觉得不拿白不拿又不用花钱，能有什么损失？这是对成本最大的误解。成本不只是你付出去的钱，还包括你放弃的机会，你花掉的时间，你泄露的隐私，你未来要还的债，这些叫隐性成本。免费的东西，隐性成本往往高得吓人。第一种免费，互联网产品。为什么微信、抖音、淘宝全都免费让你用？你以为你是用户，其实你是产品。你的浏览记录、点赞习惯、停留时长、社交关系，甚至你犹豫了多久才下单，全都被打包卖给了广告商。这些资料的价值远超你的想象。你每次刷到精准推送的广告，忍不住下单的那一刻，就是在为免费买单。你没付钱，但你付了注意力、隐私和自控力。第二种免费，免费试用。视频网站送你7天会员，外卖平台送你3张无门槛券，健身房送你1周体验卡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大方？因为你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，他们用免费把你拉进来，然后用各种设计让你形成习惯，自动续费、到期提醒、会员专属权益。一旦你习惯了尊贵的体验，再让你回到普通模式，你会浑身难受，最后你付出的钱远比直接买1年会员要多得多。第3种免费，零元购骗局。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上当？因为免费2个字会直接关闭你大脑的理性判断系统。当你听到不要钱，大脑就进入了捡便宜模式，自动忽略风险。骗子太懂这个了，先给你免费的鸡蛋、免费的面条，获取你的信任，然后兜售高价保健品、虚假理财。你为了1盒免费鸡蛋，最后亏了几万块。还有更深一层的免费陷阱，叫激励扭曲。当一个东西免费的时候，人们对待它的方式会完全不同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医疗完全免费，很多人就不会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熬夜、乱吃、不运动，反正生病了国家买单，结果是医疗资源被严重浪费，真正需要的人反而排不上队。共用单车刚出来的时候，免费骑，随便停，结果呢，车被扔进河里，挂在树上，堆成山。因为不是自己的钱，就没有人珍惜。免费会摧毁人的责任感。经济学家设计制度时，最头疼的就是这种问题：如何让人既能享受公共资源，又不会滥用？如何让人承担适当的成本，又不会把穷人排除在外？没有完美的答案，只有不同的权衡。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：任何时候，当有人笑眯眯地告诉你这是免费的，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后退一步，而不是往前挤。因为免费的东西，要么是你已经付过费了，只是你没意识到，要么是你以后会付费，而且会付得多得多。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开头的那句话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现象是偶然的，所有你看到的结果都是激励的产物。牛奶是方的，因为冷藏空间的成本激励商家这么选，价格因人而异，因为利润最大化激励商家搞价格歧视。钻石比水贵，因为稀缺性决定了边际效用的激励结构，所有人都在内卷，因为博弈规则激励每个人不敢停下来。免费的东西最危险，因为隐性成本的激励往往对你不利。经济学不是教你一夜暴富的玄学，而是教你看懂这个世界运转逻辑的底层演算法。当你学会用激励这个视角去看世界，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现象突然都有了合理的解释，那些让你愤怒的不公平突然变成了可以理解的效率选择。你不会再抱怨着不合常理，你会开始问，是什么样的激励让事情变成了现在这样？如果想改变结果，我需要改变哪些激励？这才是经济学真正的用处。在这个资讯爆炸、套路丛生的时代，清醒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竞争优势。你看懂了，你就不会被轻易收割。我们下期再见。